我操！哎，老黑，你来看一下。怎么了？我操 ！VR 手柄上的定位环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你的头显准确定位双手手柄的空间位置。但这么大一块突出的圆形结构，在玩拳击或者因由撞到墙壁时，也能准确的从你的钱包里要走几百块的维修费。那最近 VR 圈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Quest 3，它就去掉了定位环。很多观众呢看到以后也是跑来我的私信问我啊，肖胜，为什么 Quest 3不用定位环也能定位啊？你能不能把我手里这台 VR 也改造成没有定位环的呀？很显然啊，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Meta 也没有公布任何详细的技术文档。那今天这期视频，我想从我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如果想要去掉这个麻烦定位环，厂商们到底需要在背后做出哪些努力呢？目前我们常见的 VR 一体机手柄的定位方案是通过结合手柄本身的 IMU 和头显摄像头的光学信息实现的。IMU 的功能很好理解，通过获取到的加速度和角速度数据，配合一点点的微积分，就能用来计算物体的位置。但理论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一方面 ，IMU 本身并不能做到完全精准，会有鳞偏、噪声和温飘。哪怕我们真的设计出了一种绝妙的滤波器和温度补偿算法来修正了上述问题，我们还会面临一个不可能解决的情况，那就是恒定匀速运动和静止是无法通过加速度信息来判别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IMU 就没有用了。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把定位环给去掉，那这个手柄也基本上没有办法定位了。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归到使用红外灯追踪的方案。不过这回我们将定位环里面的红外灯转移到了手柄上，但这样也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手柄是被握在手上的，所以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当红外灯被手遮挡的情况。比如我们在玩普通 VR 游戏的时候，可能是握住靠近电池的位置，而玩节奏光剑等音游的时候，为了有更好的反应速度和减少手柄惯性的影响，有些玩家会选择握住手柄的前端，手掌几乎完全包裹了摇杆、按键和扳机区域。如果我们只是按照普通玩家的握持习惯，将红外灯放在了手柄的前端，那音游或者其他一些有特殊握持手柄需求的玩家，可能就完全无法进行游戏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有更加合理的红外灯布局，同时减少对红外灯的依赖，比如通过追踪手的位置来辅助手柄进行定位。但现在的手势识别技术在存在遮挡情况下的定位效果并不是很好，而在握住手柄时，手的图像也会不可避免地被手柄遮挡住一部分，使得现有的手部重建方案失效。到了这里，关于如何去掉手柄上定位环的思考似乎就陷入了停滞。如果想要更进一步，那就需要找到上面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在 Pico 最近入选 ICCV 2023的论文中， Pico 团队主要攻克了关于单目摄像头的单手姿态估计、双手手势重建和基于头部的手部姿态信息构建全身姿态的问题。一共4篇论文，里面3篇居然都是关于手部姿态重建的，其中关于双手姿态重建的部分也有几项让我特别在意。在它的训练数据中，包含了双手抓取物品的情况，以及有大量关于在手被遮挡的状态下预测手部姿态的算法。考虑到我们在设想去掉定位环的手柄时遇到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手被部分遮挡时的姿态重建，我猜测 Pico 或许已经给这个大问题写出了答案。于是我直接掏出手机问了 Pico 的人。2 hours later. 所以很突然的，我们收到了 Pico 的邀请，来到了他们位于北京、总占地面积4000平的超大实验室，也有幸可以带着相机来到这里拍一期独家专访。Hanson 老师你好，叶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数据生产实验室。一来到这里，迎接我们的是 Pico 资深算法工程师 Hanson 老师。我本来以为这一次来就是和他们聊聊无灯环手柄的工作原理，聊聊天，结果 Pico 这一次直接给我们整了个大活。我操！哎，老黑，你来看一下。怎么了？我操！好家伙，没想到 Pico 早就已经有类似的方案了，而且完成度非常高。在现场我也简单上手体验了一下。目前我体验的这个版本和之前 Pico 4手柄的差距，我觉得不是特别大了。在音游还有射击游戏的场景下，都有比较不错的定位表现。
在实现原理上 ，Pico 的这个无灯环手柄和我们之前设想的其实差不多，将红外灯放在了手柄的本体。但相比我们的脑补 ，Pico 的方案显然要先进不少。他们自研了一种叫做 Central 多模态追踪的算法方案。通常情况下呢，当手柄被遮挡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手部信息来给手柄提供一个稳定的观测。但是手柄和裸手之间其实是一个相互遮挡的关系，裸手的视觉特征呢其实并不明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一套 down-top 的端到端6道口追踪算法，结合多目时序的全局上下文信息，一次性准确且稳定的预测手柄的位姿，然后结合我们的 RMU 信息，给下一任的手柄或者手势观测提供非常精准的预测。整个追踪系统呢，维持在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过程中。简单来说，因为双手的特征信息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Pico 的这一套算法不单单利用了头显前方的4个摄像头对手势直接进行识别，还会利用到手臂和画面中的其他信息，再配合 IMU 和红外灯，让手柄红外灯在被遮挡的情况下，能无缝切换到另一种定位模式。要建立一个那么强大的模型，那就离不开有大量高精度的数据做支撑。在我们身后的这一台就是 Pico 自研的用来采集手势追踪数据的相机矩阵。这一次我也是有幸亲自上手体验了一下采集数据的流程。利用相机矩阵中的工业级 RGB 摄像头、红外摄像头，还有头显本身的鱼眼摄像头配合，可以做到重建手部姿态和自动数据标注，从而获得大量高精度且丰富的训练数据。同时，这些数据也可以用于之后的算法测试。经过工程师们一夜以继的努力，最终变成了支撑这对无灯环手柄能够稳定且精准定位的算法。到了这里，这一次的探访也算是接近了尾声。但是好不容易能见到 Pico 的工程师大佬，所以我们想了几个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感兴趣的问题，拉着 Hanson 老师又做了一个简短的专访。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我觉得 VR 玩家应该会特别感兴趣，就是 Pico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准备设计这样一个无灯环的手柄，也就是出于什么原因去把这样的手柄给做出来的呢？其实，在 Pico 4早期的研发阶段，我们内部呢就已经有了小范围的讨论，然后是在22年6月份，内部正式立项，要准备做这么一款无灯环的小手柄。第二点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无光环的小手柄？其实现在确实带有追踪光环的手柄呢，它的追踪性能是非常棒的。但是呢，由于目前的追踪手柄呢，它体积较大，这样就是说人们的便携性会不太好，而且在某些的应用场景里面呢，两个手柄容易发生碰撞。第二点是说，这个手柄呢，它可能重量偏重，那长期使用呢，手腕易疲劳。然后第三点，我们认为是比较重要一点是 VR 设备的小型化，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比较重要的一个趋势。前两天恰好就是 Apple 的发布会，然后他们也是又提了一嘴 Vision Pro。对，那我看很多视频底下其实都有人评论，就是现在苹果已经做纯手势了，那为什么 Pico 还有这些 VR 厂商还是去选择做一个有手柄的 VR 产品呢？基于这些讨论，Pico 未来会不会去往纯手势的方向去发展呢？其实 Vision Pro 的眼动追踪以及裸手追踪，它并不是一项新的技术。这些技术呢，其实在 Pico 4以及 Pico 4 Pro 上都有应用。但是我们认为，目前的裸手追踪呢，在某些场景，尤其是游戏等场景下，仍然不能像手柄一样给人们提供低延迟、高精度、大范围的追踪体验。而且呢，它也没办法提供比较细腻的触觉反馈，所以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裸手追踪和手柄追踪会是一个长期共存的交互方式。当然 ，Pico 在裸手追踪方面的投入呢，也是不断的在加码。然后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Pico 的这个小手柄什么时候才能正式发布？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的玩上它呢？敬请期待。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最后很感谢 Pico 的同学抽时间安排了这一次的探访，让我们得以看见 XR 研发最前沿正在发生的努力和精彩。最后，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也可以给我点个赞，点个关注，支持我一下，都是可以的，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是沈一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